老婆为了讨男助理的欢心，将我养了5年的狗送到恶魔手中。当我找到毛孩子的时候，他口鼻流血，姿势扭曲。郑冉冉厌恶地看着，冷漠地说：“谢红，别看，脏了眼睛。”谢红亲昵地搂着郑冉冉离开。回到家中，他嫌弃我为了个畜生没做晚餐。你一个软饭男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？我平静地拨打了父亲电话，准备回去继承家业。爱了10年的女人，早就面目全非。这次我选择成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郑冉冉是我的初恋白月光，只是性格强势，又喜欢出风头，以至于结婚后变成了女主外男主内。对于这种生活，虽然不喜，但为了他我选择忍受。球球是我们5年前捡的流浪狗，当时郑冉冉说，既然他这么可怜，又凑到咱们面前，肯定是有缘分的。我们将球球收养，看着他一点点好起来，因为被爱而疯狂地长出血肉来。只是今天，因为谢红一句这狗看起来挺聪明，让我玩会，郑冉冉就亲手将球球送进了地狱。我给父亲刚刚打完电话，郑冉冉就冲了进来。傅行之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就因为一条野狗，你连晚餐都不给我做吗？要不是我，你能有现在的好生活吗？因为球球的去世，我还未从悲痛中缓过神来，看到面前疯狂的女人，从心底里厌恶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应对。我今天很累，你累，难道我就不累？我整天在外面应酬，为了公司殚精竭虑，你呢？在家什么都不用做。谢红比你还小5岁，整天拼了命的努力，你还埋怨起来。郑冉冉的目光是毫不掩饰的轻蔑，指着我骂了半天。我将视线移开，看到他手中的袋子，一个极为奢侈的品牌，不只有消费门槛，还货品短缺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他做了错事，就会送我个礼物，当作是补偿。只是我的球球再也回不来了。看什么看？这就不是给你的。谢红最近表现很不错，这是专门奖励给他的。我自嘲地勾起唇角，看着郑冉冉摔门而去。房间内归于安静。现在装都不装一下了吗？谢红是1年前刚刚到公司的实习生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的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。小奶狗加上有些懵懵的表情，睁着湿漉漉的眼神看你，怎么都不忍心责怪。这是郑冉冉亲口所说的话，脸上带着我许久没有见过的笑容。他们可以牵手漫步在夕阳下，也可以怀念青春，穿着校服混进学校。幼稚而又美好的事，他们做了个遍。而我在他眼中，不过就是个已经过气的男人。甚至连伺候他都是心甘情愿。谢红再次发了动态，迫不及待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关系。郑姐姐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，不止送我名牌手表，还真是很有爱心的人。配图是他们正在游轮上吃晚餐，亲昵地贴在一起，他白皙的脖颈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吻痕。我只觉得恶心。这次没有打去电话质问，也没有杀过去，闹个天翻地覆。看了一眼，我给律师发去消息，要最快的时间离婚。准备洗漱的时候，看到球球之前的还有生活用品，心中还是难受的厉害。养了5年的狗，只是几个小时不见，就已经变成了尸体。哪怕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送去了宠物医院，可还是无力回天。次日清晨，郑冉冉这才回来，浑身酒气，宿醉未醒。谢红则是抱着他，熟门熟路找到卧室，将他放下。谢红，别走。听着郑冉冉撒娇的话，谢红温柔地抚摸他额头。我不走。郑姐姐，
他缓缓站起身，朝着我挑眉讽刺：“富哥，这里不需要你。郑姐姐醒来看到你会生气的。”我拎着谢红到客厅，一拳直接打在他脸上。你到底怎么虐待球球了？他只是一条小狗，做错了什么？谢红没有还手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。畜生而已，值得你这么生气？听到毛孩子被这么说，我再次上前想要动手的时候，却被郑冉冉直接推开，哪里有酒没醒的模样？刚刚明明就是对着谢红撒娇。傅行之，你有病是不是？谢红又不是故意的，球球只是不小心摔下楼而已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我，他还活不了这么长时间呢。我讽刺的笑，一滴眼泪落下。摔下楼，球球的身体内有多少钢针，还有被殴打的痕迹，你是看不到吗？郑冉冉眼神微动，想起昨晚球球的模样，只是一瞬。谢红委屈地说：“我年纪还小，不知道怎么照顾狗狗，要不我给富哥跪下，你打死我，给球球报仇。”听到谢红这么说，郑冉冉立马变脸：“好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过去就算了，你没做错什么，相信你富哥能够理解。我理解不了。”我留下这句话，离开了这个污浊的家。来到车库的时候，想要开车出去透气，却看到郑冉冉的黑色丝袜和内裤还在副驾驶上。这一刻，我真觉得自己是那么可笑。为了郑冉冉，主动放弃家族企业的继承，一心追求自己的爱情。可他呢，将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紧紧握在手中，觉得我会有所企图。我选择走出小区，路上碰到熟悉的快递小哥，他吃力地搬着一件巨大的货品，我随手帮了一把。富哥，是你呀？这是你家的快递。我皱眉，虽说家中的东西都是我置办，但是从未记得买过这么大的物品。没有吧？快递小哥指着上面的面单说：“怎么不是？你看，这不就是一个电竞椅吗？”呵呵。谢红喜欢打游戏，郑冉冉借口说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，在家中专门弄了间电竞房，两个人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房间内，所有的配色都是情侣款，只是前2天好像两个人动作过于激烈，这才弄坏了一个椅子。快递小哥眼见我要离开，急忙叫住我：“富哥，你不回去啊？家中有人。”这一刻，我的心早已经疼痛到麻痹。10年的陪伴，抵不过刚出现1年的男助理。我回到父亲面前，听着他喋喋不休的指责，只是眼中却闪烁着泪光。同父异母的弟弟则是怨恨地看着我。我答应父亲，等我处理好所有的事，便会回来。刚刚走出书房，傅兴便堵在我面前：“傅行之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不是当年都选择放弃了继承权？”我看着不过10几岁的孩子，并不想说什么。既然当初你都走了，就滚出去。傅兴恶狠狠看着我的背影嘶吼。一连3天，我都没有看到郑冉冉，给他打去的电话全部都石沉大海。拿着拟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我来到了他们公司楼下。说是公司，就是在这里租了1层楼，而他几乎所有的订单，当年也都是我谈下来的。这些年，虽然我父亲说不再管我，还是照拂了郑冉冉不少。要不然，依照他的能力，当真以为自己可以独当一面，可以站在众人面前得意炫耀。郑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几天了都不来公司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带着谢红，就是那个男助理去旅游了。要说也是，吃软饭的功夫，我真该好好学学。听到前台和秘书的谈话，我脸上没有丝毫的波动，只是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眼中充满了怜悯。傅哥，我微笑离开，转身的瞬间碰到了郑冉冉。她一身火辣装扮，头发也做了挑染，不过放在她有些沧桑的脸上，
却是那么的不伦不类。为了追求谢红的喜好，还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他一改常态，朝着我笑着说：“走吧，带你回家。”我皱眉，本想赶紧让他签字，可这会却想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。还未到家，门内就传来狗狗凄厉的求救声。打开房门以后，一只小狗趴在地上奄奄一息，眼中已经透露出绝望。怎么回事？谢红不是说都给我安排好了？郑冉冉看着自己的衣服被拖到了地上，还有一团黄色液体，气愤至极。这个畜生！这件衣服可是谢红专门给我买的，你抓哪件不好？话音刚落，他一脚踹在了本就脆弱的狗身上，绝望的惨叫一声后，狗狗已经奄奄一息，眼泪流下。我赶紧上前，将狗抱在怀中，愤怒地呵斥他：“郑冉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懂什么？刚刚2个月的狗，你放他自己在家？”郑冉冉理直气壮，居高临下，朝着我们咒骂：“要不是你因为那个畜生死了，我还不是顾及你的喜好，专门让谢红给你准备的，真是晦气！这玩意有什么好？”我没有再搭理他，而是抱着狗狗赶紧去了宠物医院。他缩在我的怀中一动不动，只是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或许他也在渴求生的希望，球球也是带着这种眼神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好在抢救及时，断了几根肋骨，又从身体内取出好几根钢针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我抚摸着狗狗的头，以后我会带你重新回家。郑冉冉收到我离婚的短信，还是不屑一顾，毕竟爱他多年。卑微的我怎么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离婚？可我再也不想耗下去，耐心已经到了极致。我找到了他们约会的地点，私人电影院内，他们正疯狂地抱在一起啃着。看到我进来，郑冉冉这才娇嗔着说：“谢红，别闹了，富哥来了。”我看着眼前的狗男女，不发一言，直接甩出离婚协议书。郑冉冉看都没看一眼，扔在脚下。傅行之，这种手段过时了。傅哥这不是在乎你，郑姐姐她也不容易，找个小演员来。跟你说，他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这种小心思你也该关心傅哥一下。谢红拱火般地说着，脸上全是嘲笑。我这才想起，傅兴肯定去找了郑冉冉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跟我示好？只是这几天看到我依旧是没有什么动作，加上刚刚谢红的话，认定我是个骗子，用这种登不上台面的小手段来挽回他的心。傅行之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龌龊？找一个半大的孩子演戏，也是你要有那个地位，还能跟我结婚？这么多年跟狗一样，对我摇尾乞怜。郑冉冉只觉得自己做的是很蠢，怎么会相信陌生人的话？要不是谢红说出这么一番话，指不定自己还会被骗呢。我冷笑一声，目光冰冷：“郑冉冉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跟我离婚吗？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？一个免费的保姆，随叫随到的舔狗，这么多年照顾我方方面面，要是重新找一个佣人，还要调教。”谢红听到郑冉冉的话，眼神沉了下去。我转身离开，既然他不愿意离婚，那我只好走法律程序。那个家中也没有什么需要收拾的东西，我直接回了傅家。父亲的特助将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告诉了我，而我虽然这些年不在公司，可还是非常关注。对了，郑冉冉的公司不需要再去喂资源，是，不只是这样，之前的合作商也都纷纷知晓郑冉冉的能力。这些年要不是我在背后，加上父亲的施舍，这些人怎么会选择一家小公司？现在更是纷纷提出解约。郑冉冉求救无门，想到之前傅氏集团照顾过他生意，找到了我家公司楼下，求你了，
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让我见见你们副总好不好？副总不见你，他在公司楼下蹲守了好几天，但我下了死命令，不见这个女人。直到这天，我谈完生意回来，郑冉冉猛地冲上来：“傅行之，你这个狗男人，这段时间跑哪里去了？这位女士，请你松开，我们副总还有会议。”特助说：“又演戏，又演戏是吧？傅行之，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，你在这里刷厕所，还是给领导看狗啊？”郑冉冉扯着我的衣袖，将这些天的怒火撒在我身上，想要我给他一个答案。保安姗姗来迟，将他推倒在地。“对不起，副总，什么玩意？你找了多少演员？”保安害怕丢掉这份工作，朝着郑冉冉大声骂道：“什么演员？偶像剧看多了吧？这是我们傅氏集团新上任的老总，胡说八道的像是个疯子。”我看着被推倒在地的郑冉冉，并未有过多的停留，直接走进了电梯。“傅行之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”郑冉冉不愿意离开，就算是被赶出大厅，也是站在门口，朝着里面不停张望，拿着我的照片，询问了好多公司的员工，只为了确定我的身份。2天后，郑冉冉被带上了我的楼层，透过玻璃看到我刚刚结束会议的模样，满是心动地扑上来，梨花带雨地说着：“行之，老公，你真的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，那我以后岂不都是好日子了？”他甚至还开心，以后可以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，幻想着我还跟之前一样。我冷漠地将他推开：“今天叫你上来，是为了通知你明天开庭。”郑冉冉却像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一般，眼神中透露出迷茫：“你可以不签字，但是明天走法律程序，希望你按时出席。如果以后再出现我公司楼下，下次我会直接让人把你打出去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我从未这么想过，只是想要郑冉冉以后不要再纠缠我。他虽然颤抖着，可嘴上却是不留情面：“傅行之，离婚的理由呢？你隐瞒了我10年，绝口不提你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我养你这么久，难道不应该给我补偿吗？离婚的理由是问我，还是问问你的小男友？”我讽刺道。郑冉冉脸色苍白：“我们只是朋友。”“呵呵，男女朋友是吗？”特助将郑冉冉带离。下午的时候，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郑总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谢红把法院的传票藏起来了，2个人在办公室打得不可开交。这会救护车都来了。看着手机上闪烁的消息，我没有回应。依照郑冉冉的性格，肯定是要将我的身份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毕竟一个小公司的老总，怎么能跟傅氏集团比？刚刚做了跨越阶级的梦，现在就摔落云端。开庭这天，我并没有出席。律师团都是业内顶尖的人才，要是这点小事都办不了，岂不是自砸招牌？离婚的事很顺利，我也不需要他那点东西。郑冉冉坚持了半个月，还是找到了我。停车场内，他开着一辆破旧的2手车，发丝凌乱，灰头土脸。“傅行之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”这句话在他刚刚创业的时候，我听过很多次。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都会找我求救。当我给他铺好路，处理掉困难的时候，郑冉冉便会将所有的功劳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深知他喜欢炫耀的性格，也知晓我们是夫妻，从来不计较这些。我无视他，走过他的身边，准备开车离开。郑冉冉此刻冲上来，死死抓着我的手：“别走，别走，这是你一手创建的公司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吗？”郑冉冉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这么多年来，从未见过我这般冷漠的态度。明明之前我总是对他笑脸相迎，为什么变成如今的模样？
他抽泣着跟我道歉。我和谢红已经分开了。我知道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才会喜欢上别人。可是我最爱的还是你啊，行之，行之。我们度过了10年的婚姻，你真的舍得放弃吗？我冷冷地看着面前流着鳄鱼眼泪的女人，她一直都是自私自利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先考虑自身，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所防备。只是在碰到谢红以后，整个人转变的态度是那么的天差地别。我们离婚了，公司的法人是你，不是你一直对外宣扬，是你一手创办的吗？郑冉冉，认清现实，我们早就不可能了。我推开他，坐上车扬长而去，自始至终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过多的时间。来到宠物医院，将之前的狗狗抱在怀中，跟死去的球球一样。他用脑袋蹭着我的掌心，讨好又亲昵。乖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并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，而是选择了之前的别墅。虽说很久没有人住，但是都会定期打扫。他刚刚来新环境，还不太适应，我便一点点地教给他。我找了专门的人照顾这个病弱的小狗，看着它撒娇打滚的样子，我的心总算有些宽慰。郑冉冉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朝着我疯狂地咆哮着：傅行之，难道一点活路你都不给我吗？就连之前的老客户，我现在都联系不到。你家大业大，还要对我赶尽杀绝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没有再听下去，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。那些老客户也都是我去谈下来的，逢年过节也都是我去维护关系，所有的功劳都是郑冉冉。而只要出现一点错误，他就会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。这么多年倒是一点都没有变。我去一个商场巡视，看到了谢红搂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富婆，甜腻腻的喊姐姐。傅总，这边治安很好的。负责人话音刚落，一个行迹疯癫的女子就朝着谢红飞奔而去，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上空。负责人脸色黢黑，刚想着讨好我，就发生这种事情。谢红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还背着我找别的女人。谢红捂着被打疼的脸，她好歹也是靠脸吃饭的人，怎么能够破相？一巴掌直接打在了郑冉冉的脸上，朝着他咒骂：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怎么对我好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要不是你，傅行之怎么会跟我离婚？呸！当初可是你勾引我，还觉得自己是什么贞洁烈女啊？婚内出轨，还转移资产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怪谁？谢红身边的富婆气得离开，她赶紧追了上去，路过我的时候瞪大眼睛，却只能灰溜溜离开。行之，救救我！郑冉冉还未走到我身边，就被尽职尽责的商场负责人拦住。这位小姐，请你离开。感觉负责人眼神骂得很脏，碍于我在场，却只好用了敬词。郑冉冉的公司宣告破产，变卖了所有的东西，才勉强发出最后1个月的工资。天气越发冷，初雪落下这天，我在步行街上走着，郑冉冉穿着白色的大衣，之前漂染的头发也都变成黑色。她笑着跟我说，那年就是初雪落下的时候，我们相遇，跟我回忆过去。我现在没有时间，我依旧往前走着，根本不管他穿着高跟鞋，还有打滑的地面。不是的，行之，当年是你追我，现在我只是想要挽回这份感情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郑冉冉急切地说着，因为穿得很少，这会儿被冻得脸色发白，可他精心准备了这么久，怎么能够轻易放过这个机会？行之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只觉得聒噪，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郑冉冉脚下一滑，直接倒在了地上，狼狈的委屈哭泣。我转身看他，
紧皱眉头，还是伸出手：“起来吧。”他的脸上重新浮现笑意，就算是腿上已经流出血迹，也毫不在意地朝着我摇头：“行之，你还是舍不得我，对吗？”我将他扶起，抽出手帕，擦拭着刚刚牵过他的右手。“你觉得呢？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们之前是之前，你做了什么，自己不清楚吗？”我拧眉说道，呵斥着他。郑冉冉像是被抽去灵魂一样，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那副可怜的模样，有种让我恍惚的感觉，以为她还是那年纯洁的小姑娘。走出几步后，才听到她放声大哭，可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回到家中，看着欢快摇着尾巴朝我扑来的小狗，刚刚的不快被稍微冲淡。这天休息在家，外面大雪纷飞，坐在客厅内跟毛孩子玩耍。佣人告诉我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在外面看了很久。我站起身，透过落地窗看到了外面站着的郑冉冉。冰天雪地里，她穿的依旧单薄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就站在那里很久。不用管她，吩咐完佣人，我依旧陪着毛孩子玩耍。约莫过了2个小时，佣人面色为难地看向我，那个女人在门外晕倒了。我微不可察地叹口气，像是被狗皮膏药沾上一样难受。那就让她进来吧。郑冉冉瘦得颧骨凹陷，本来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却平添了许多白发。夜幕降临，她这才醒来，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看到我站在门口，这才放心下来，不顾自己发着高烧，掀开被子朝着我走过来。行之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那个谢红都是骗我的，知道从我身上再也挖不出钱来，就跑路了，而且他还虐待动物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。行之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求求你了。郑冉冉话音刚落，一声接一声的狗叫声吼起来。我的狗子站在我面前，将面前的郑冉冉推开出去，浑身都是准备战斗的气势。好了，没事，去玩吧。这个狗是，就是那天在你脚下救起来的狗，命大没死。我的话让本就生病的郑冉冉更加摇摇欲坠。他并不喜欢小动物，当初救治球球也不过是在网上博得些流量，后来热度下来，他就经常在我看到的地方朝着球球打骂。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，从前也从未养过宠物，只是看着他们本就活着不易，给狗子一个容身之地。行之，我们聊聊。无话可说，我直接拒绝。既然你已经清醒了，就赶紧离开。你赶我走？郑冉冉扒着门框，这才没有倒下。我好笑又不解地看着他。不然呢？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还要赖在我这里吗？当年你赶我出去的时候，不也是这样？去年冬天，郑冉冉和谢红刚刚认识没多久，2个人就在家中胡作非为。我只不过说了几句，他便将我赶了出去。零下10几度的冬天，我穿着家居服，在外面瑟瑟发抖，只有球球趴在我的脚边，同病相怜地看着我，听着他们在屋内嬉笑打闹，说着甜言蜜语。那个时候的我还心存幻想，郑冉冉只是脾气不好，心里还是在乎我的。直到我晕过去，被邻居送到医院，他都没有再来看一眼，还说这是我买的房子，我想要让谁住那是我的权利。想起往事，郑冉冉终究是闭上眼睛跑了出去，把他用过的东西全部都扔了。第2天，我正常去上班，手机给我推送了劲爆的同城视频，我并不感兴趣，准备划走的时候，看到了郑冉冉的名字，原来是他昨晚去找谢红，想要回之前在他身上所花的钱，可谢红怎么会给？2个人厮打起来，郑冉冉被丢了出来。谢红越想越气，就将2个人之前的视频
全部都发到了网上，尺度之大，虽然打了马赛克，可文字却也是不堪入目的程度。已婚妇女勾引小鲜肉，求爱不成，离婚还要回礼物，视频浏览量很高，评论区也是污浊不堪。哪里有这种女人？500块够不够？这种货色看起来就骚气得很。我出1000，今天晚上给我送到床上。我关闭了手机，平复了一下心情。虽然我现在和郑冉冉没有了关系，可胸口处还是有些闷。不过我很快投入到工作中，这件事也没有去细想。跟之前的朋友约定好了饭店，几杯酒下肚，他们都替我打抱不平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找一个这种女人。视频他们自然也都看过，本就不喜郑冉冉的几人，现在终于能够说出实话来。10年而已，看清一个人也足够了。我们畅谈了很多，郁闷的心这会也在酒精下被冲散。刚刚走出饭店门口，准备回家的路上，一个突然闯到马路中间的人，让司机猛踩刹车。副总，这明显就是碰瓷啊！我皱眉，下车看着倒在雪地中的女子，上前询问：需要送你去医院吗？郑冉冉从地上爬起来，不顾身上的污渍，朝着我大哭：行之！我的人生全都毁了。今天我的手机上全部都是那种短信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。你曾经那么喜欢我，可以放弃一切的，现在怎么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我后退一步，与面前的郑冉冉拉开距离。为了见我一面，甚至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，还真是费尽心思。遇到处理不了的事，终于想起我。郑冉冉，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，还有刚刚你故意碰瓷，我是可以告你。听着我毫无感情的话，他想要上前拉住我的手，却被我再次甩开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想要见你一面。公司的保安不让我离太近，你的小区也不让我去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舍弃生命才想要见你一面啊！我冷笑着，郑冉冉，这不是你自作自受吗？你和谢红当时有过底线吗？虐杀球球的时候，想过他也是一条生命吗？你只是现在失败了，想要装可怜，博取我的同情心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帮你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郑冉冉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交警带走。他眼中的恳求，我全部视而不见。除夕这天，我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复兴有些害怕地看着我。傅行之，你怎么能够这么狠心？跟你相伴10年的人，都可以毫不留情地丢掉。我站在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面前，语气森然：复兴，不要以为你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，我不知道。要是有自知之明，就滚到国外去。复兴脸色难看，年纪也小，害怕的瑟缩。当年要不是他妈带着怀中的复兴来逼宫，我病重的母亲怎么会短短2年之间就撒手离世？而我也不会对着父亲产生巨大的恨意。在我碰到郑冉冉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选择和家中断绝关系。好在复兴年纪尚小，又是个扶不上墙的人，这才给了我重新杀回来的机会。除夕夜，这顿饭吃的也是表面上的和睦。父亲心照不宣，也知道这些年亏欠了我不少，将公司的股份转给我一大半。复兴不满地撒泼打滚，也于事无补。回到我自己的房子内，毛孩子依旧在我脚边蹭得开心。烟花绽放的时候，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新的开始。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带着毛孩子来到了河边，一声凄厉的猫叫声传到我耳中。谢红看到我的时候，还想要跑，却被我按倒在地。这个时间段，不少遛狗的人也纷纷抓住这个罪魁祸首，将他暴打一通。
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个人影猛地窜出来，正冉冉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朝着谢红嘶吼：“大妈，都是你！谢红，你这个骗子，滚！”谢红刚刚被打了一顿，现在本就没有什么力气。郑冉冉，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你以为自己才有几个钱啊？每次还要奉承你，想想我就恶心。他怒吼：“要不是你将那些视频发在网上，我怎么会苟活着？你不是也将我虐待畜生的视频发出去了吗？咱们半斤八两，谁也别说谁，你就是活该。”郑冉冉被谢红这几句话刺激得不轻，与他争执起来。他猛地一推，本就在河边的他们，将谢红直接推入河中。水流湍急，又深不见底，加上谢红的所作所为，犹豫了几下，才有2个人跳了下去。他抬眸看着我，蠕动着嘴唇：“傅行之，好久不见啊！”我皱眉，真是一段孽缘，在这里都能够碰到。这半年来，我过着人人喊打的生活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总是不能如意。原来不是我优秀，是在我身后的你那么优秀。他到现在才真正经历了社会的毒打，那么的残酷，与之前的顺风顺水全然不同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之前我甘愿做他身后的人，为他解除所有的麻烦。郑冉冉眼泪落下，伸出手想要触碰我，脚下的步伐却是渐渐后退，微微勾起唇角。阳光照在他惨白的脸上。早知道，哪里有早知道？傅行之，对不起，是我闯进你完美的生活，带给你这段失败的婚姻。郑冉冉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已经看出他必死的决心，但还是想要最后挽留一句。郑冉冉朝着我微笑，张开了双臂，朝着后面的河流直挺挺地倒下去。我脱掉外套，还是没有办法看着他眼睁睁在我面前死掉，抓住我的手。河流很急，可他早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意志，随波逐流而去。行之，我解脱了。我最终没有将他救回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郑冉冉那种骄傲的人怎么可能接受？或许这也是他最好的归宿。我真的原谅他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或许随着他死去，很多事情早已经烟消云散。而谢红同样葬身在这里。他夜店出身，本就是专门勾搭富婆，想要吃软饭，私底下更是虐待不少动物，不知道多少猫狗命丧他手。现在也算是恶有恶报。我牵着狗狗回家的时候，微风吹过我的耳畔，毛孩子在前面放肆地奔跑着。你可以不爱它，但是不要伤害它们。我将那只小猫送到了医院，等它伤养好以后，接它回家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